据俄媒俄塔社在当地时间5月20号的消息，因为我国在报道巴以冲突时提到了美国白宫对中东的政策受到了以色列犹太资本集团的影响，导致美国在很多战略部署上十分倾向于以色列，尤其是在巴以冲突爆发，美国还向以色列出售了近8亿美元的精确制导武器，而其后对巴勒斯坦人的轰炸大多来源于这份订单。就是因为中国说了真话，以色列的驻华大使馆就公开要求中国道歉。讽刺的是，在以色列要求中国道歉之外，还发文威胁我国，如果中国不照办，就向印度出售武器，用于在边境问题上对抗中国。言外之意，也就是威胁中国就范，否则让中国丢掉中印边境。这一表现很快引发了我国网民的极大愤慨。最明显的一点就在于，以色列的犹太资本游说集团本身就在美国影响力极大，大部分美国媒体背后都有着这些资本的身影。操纵媒体攻击中国的事情，这些人可没少干。其次，美国白宫的政策对以色列究竟如何，明眼人一目了然。网上用父子关系来形容以色列和美国，并非空穴来风。纽约时报曾经就在谈到巴以冲突时表示，前任总统特朗普几乎答应了以色列的任何要求，来形容美国向以色列的孝敬。就因为中国说了实话，以色列就对中国又是威胁又是谴责，还拿出中国推动反犹主义、带有种族歧视的说法。然而以色列却很明显搞错了一点，中国不是西方，没有在2战中对犹太人做过什么，也不欠他什么东西，相反还帮助接收了一些受到迫害的犹太人。而且关于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带平民，互联网上早有无数视频资料佐证，每次谈到这一点，就有人给以色列洗地，认为这是对方先动的手。然而这些人却丝毫不谈以色列自1947年建国以来就不断侵占巴勒斯坦人居住地，以至于到如今地图上已经看不到代表巴勒斯坦的绿色地块。也难怪此前有人在相关评论中讽刺，2战结束以后，美国人从德国带走了大量科学家，苏联人也从德国带走了大量技术资料，而犹太人从德国带走了一本书，它叫《我的奋斗》。说起当今的世界局势，少不了中美2个大国之间的对抗，有人形容为这是一场世纪对抗。与此同时，这样的对抗从历史角度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注定是大国崛起的历史必然。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举措也就成了世界关注的热点。日前，美国为了对抗中国，连自己人都陷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随着中国国际化步伐加快，如今的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市场。作为美国忠实伙伴的欧盟，也在经济上同中国有着密切的往来。据数据统计资料显示，在2020年，中国与欧盟的贸易额直接超过欧盟同美国的，中国也因此跃居为欧盟的第1大贸易伙伴。显而易见，中国这一地位直接决定了欧盟在出口上高度依赖中国。从这个角度来说，欧盟靠着中国吃饭，就更应该搞好同中国的关系。但是美国为了自己遏制中国的私心，直接给自己的亲密伙伴挖了一个大坑。日前，欧洲议会以大多数赞成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冻结审议与中国的中欧投资协定的批准进程。我们知道，中欧之间的这一协定历经7年长跑，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却在美国总统拜登的努力下前功尽弃。可以预见的是，这次冻结对于中欧来说都是一个挫折，但是相比于中国而言，靠中国吃饭的欧盟下场似乎更糟。毫不夸张地说，欧盟的经济发展需要中国的市场引擎，而这一点美国是做不到的。当然，欧盟也指望不上美国，毕竟美国一直以来都坚持美国优先。那么可想而知，这次的决定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坑。而美国自以为牺牲欧盟的利益就能够打击到中国吗？事实或许要令美国人失望了。从短期上来看，中国确实会遭遇一些损失，但是这放在中国整个发展崛起进程中显然微不足道。针对美国这样的自私行径，新加坡学者马凯硕直接反问：一个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优异成就的国家，为什么不能制定可靠的对华政策？言外之意，现如今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极其失败的。同时，马凯硕也表示，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中国复兴崛起。拜登曾经豪言不允许中国在其任期内超过美国，如今看来也只能是空谈。近日，美国商会副会长麦伯伦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进行了视频访问。在此次访问的过程中，双方再次提到有关中国的话题。据悉，李显龙认为，两国如今的对峙让很多国家感到非常不安。虽说中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其在结尾为美国进行了辩解，指出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交朋友，广交朋友有助于突破目前的局势。李显龙这番发言，表面上来看像是站在美国一边为该国说话，与此同时，
实变相赞同了这段时间以来美国拉拢多个国家与中国作对的举动。从这个角度分析的话，也不难看出近些年来李显龙在中美间来回摇摆。早在今年3月份，李显龙就曾公开向拜登进行喊话，声称在目前的中美对峙中，新加坡不可能2选1。可转眼间就在日前建议中国向美国学习交朋友。如此矛盾的言论，难不成就如其他相关媒体猜测的那样，是在判断中美间的局势平衡，从而选择一个赢率更大的一方选边站呢？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中国无论是经济、军事还是其他方面都有极大的提升。现在中国正在崛起，尽管美国还是目前世界上综合国力排名第1的国家，但是就现在该国的局势，难保不会未来在某一个时期被我国所替代。当然，未来的事情谁也不能够确定，但倘若中美真的引爆了战争，最终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李显龙不想选边站，但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美国给予的压迫很难让这种想法实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炒作中国企业不合规定、军事上的挑衅，美国一系列的恶化手段在接近尾声的同时，也在逼各国做出选择。至此，有很多人开始认为李显龙如今是在拉偏架，但实际上与莫里森墙头草作风不同的是，李显龙是在变相的为中国担忧。分析认为，这是在为中国出谋划策，学习美国交朋友是好事，尤其是那些小国想站台中国又怕被美国欺负的国家，中国不能再幻想中美能够回到以前。现在的中国和美国对抗，除了自身实力强大以外，还要有资本，而朋友就是资本的一部分。一虎斗不过一群狼，群狼战术非常重要。中国向来希望独自发展，但要面对现实，随着中国不断强大，必定会引来很多嫉妒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不然中国就算强大，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更不用说一群。因此，就如网友所评论的那样，李显龙的警告应该被重视，其言论语义深刻，值得我国去细细体会。近日，有一名欧洲议员接连在他的推特账号发布视频，视频中对中国的发展成就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还提议欧盟用合作的态度来和中国相处，而不是被美国牵着鼻子去对抗中国。他甚至表示，当今的欧洲缺乏独立性，也没有实力和领导力，是非常可悲的。这一系列的言论引发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一些不好对他的揣测也随之而来。于是这一次，中国的媒体特意去采访了这位来自爱尔兰、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议员。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发言？他表示，他只是在呼吁西方各国公正看待中国，因为目前的西方是不愿意给中国公正的评价的。这名欧洲议员认为自己并不属于哪个党派，虽然别人给他贴上标签，但是他认为他实际上是欧洲议会一名极少见的独立议员。他是在努力为欧洲所有人的权利在奋斗，并不是代表哪一个团体的意见。他还指出，现在的欧盟其实就像是一个俱乐部，为了一些大企业的利益，会去牺牲许多普通民众的利益，这是不合理、不公正的。在被问到他在进入欧洲议会、成为欧洲议员前还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时，他表示，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曾经挂出反对以色列动用军事力量打击黎巴嫩的条幅；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北约轰炸贝尔格莱德时，他也曾抗议对南斯拉夫动武。可以看得出来，他确实是在为世界的和平而做努力。是在欧洲议员中少有的一个清醒且理智的人，也不愿意随波逐流和别人拥有同样的看法，甚至敢于直接站出来指出欧盟不对的地方，不愿意按照美国的步调做傀儡。而他对于中国的态度也很友善，其实这一点通过他屡次在推特上呼吁欧盟公正看待中国就能看出来了。当被问及他是否来过中国时，他表示他还没有来过中国，不过他想在不久的将来就到中国来看看，因为他对中国其实很感兴趣。事实上，关心国际政治的人都很关注中国，中国发展的成功让世界瞩目，只不过西方很多媒体和政客都不愿意给予正面评价。近日里，中东地区的巴以冲突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中东局势变得越来越危急，恰逢中国这个月是联合国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自然是在尽力调节双方，试图让局势平稳下来，想要让双方都停火，但是却有美国从中作梗，仅仅1个星期里就阻拦了3次联合国发表联合声明。美国的这种态度让许多国际人士都觉得失望，因为自从今年1月份以来，美国表现出来的态度都是想要和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重新接触，试图证明美国仍是一个拥有声誉、在国际上保有地位的国家。虽然美国的言辞中依然将挑战中国的重要性当成重点，但不可否认的是，还是有很多国家因此对美国抱有期待的。
然而这种期待现在也被美国亲自打破了。美国这次反对由中国和突尼斯、挪威拟定的安理会声明，让美国曾经自诩的声誉被人发现完全是泡影。联合国成员193国都见证了美国的虚伪。智库国际危机组织的一名专家就表示，当下美国的立场就是送给中国的一份大礼，因为美国的行径损害的是美国自身在联合国的声誉，而且还让一直斡旋和平的中国更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名联合国的外交官也称赞中国，在其他国家对于中东问题都参与度很低的时候，中国站了出来，认为中国做得很好，美国也依然要进行抹黑污蔑。美国一名高层官员称，实际上中国并不是真的关心中东地区以色列和巴沙的情况，只是为了转移视线，还重申了美国那一套，表示美国正在尝试和巴沙、以色列对话，推动结束暴力。然而但凡有判断力的都能看得出，实际上是中国努力挽救局势，美国趁乱搞事。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们当然也对美国予以了反击，打击美国得以言论实际才是想要转移视线的手段。巴以冲突还在持续，任何有良知的人都应该来呼吁停火。而中国外交部也发出了质问美国声称的安静密集的外交行动到底是什么，又起到了什么样的效果。美国国务院发布一则声明，表示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出发，拜登政府决定放弃对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的运营公司以及其 CEO 马蒂亚斯·沃尼格和其他高管的制裁。不可否认，美国此举是在对德国做出妥协，同时也是主动选择服软向俄罗斯屈服。据悉，近段时间以来，美国正试图跟德国重新建立双边关系，而北溪2项目无疑是个突破点。实际上，美国也是聪明的，如今北溪2项目的进度已经完成了 95%，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美国再想阻止，也是回天乏术了。至此，如果能够借此在该项目上做出妥协，借坡下驴来缓和与德国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够避免与德国再起冲突，而且还能避免让自己难堪。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妥协归妥协，但是该国却巧妙地在可妥协空间内把利益做到了最大化。一方面向德国表现自己做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妥协，一方面又表明自己并不是完全妥协。就如外界所言，北溪2项目是美俄欧三边关系中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儿。这条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达德国的天然气管道，绕开了波兰和乌克兰等国，直接将天然气运送到德国，继而输往其他欧洲国家。如今该项目的建设距离完成只差临门一脚了。都到这个地步了，美国就算是再想制裁也没用了。因此，既然无法制裁，继续僵持下去只会导致美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进行恶化，违背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不说，还达不到目的，倒不如解控。当然了，上述也说过，美国此举也相当于在向俄罗斯服软，向普京释放积极信号。向来不可一世的全球霸主主动举手认怂，意味着普京赢得了标志性的胜利。也从这反映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美国只认拳头不认道理。对于美国这样的吃硬不吃软的国家来说，只有拿出足够硬的拳头，才会让该国屈服。但在这个时候服软，或许是因为美国施压俄罗斯，不惜在乌克兰制造的战乱没有达到预期，俄罗斯见招拆招，根本没让美国占到便宜，所以才借取消制裁为自己的服软找一个体面的理由。这样一来，美国和俄罗斯岂不是在变相的在进行和谈？对此，我国人开始担忧，一旦两国和解了，美国会借机怂恿俄罗斯对付中国，毕竟俄罗斯作为全球大国，真要是联手对抗中国，中国可真的要小心了。事实上，这样的可能性很小，俄罗斯并不傻，普京不是第一次被美国坑。这些年来，美国的所作所为，相信普京都看在眼里。我国不需要过于紧张，当然也不能完全放松警惕。总之，美国此次意外服软绝对没那么简单。